안녕하세요，我是 Angeline，然后我来到韩国呢，就住了大概有到半年了啦，然后就很多人私信我问关于到我住的地方，我这个考试院是怎样啊，然后想看一下我的考试院的环境啊。 房间的情况那些东西的，然后就今天呢，我就会带大家去看一下我这个考试院，然后顺便就介绍一下我这个考试院的 facilities 那些东西。就对于那些想来就是读庆熙大学的人呢的学生来说呢，这个是蛮好的一个refer 的一个 video 啦，就是让你们参考一下这边的考试院，其中的一间蛮好的。对我来说，其实。 我觉得啦，是这边这一区最好的考试院来的，所以今天呢，就会带大家来看一下啦。不过现在呢，我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考试院的外面的情况先的。首先呢，这个就是门啦，这样子按就可以出去了。小心楼梯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考试院外面的大街啦。 我蛮喜欢我这一间考试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是面对这个大街的，就是大路啦。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呢，太夜回来都不用太担心危险会怎样。虽然韩国也是蛮安全的啦，不过有时候也是要比较提防的话呢，就是住大街的这种考试院的话呢，是会比较好的。然后好像比起那些好像在小路啊或者是后巷的那种考试院，可能会。 相对来说，对我来说啦，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的。那我就带大家进去看咯。进去啦，这边就是还有一个大大的招牌 Art One Room Cal， 就是 Art One Room Cal 啦。然后就上去，这边就是他们放鞋子的地方，就是常穿的那种鞋子哦。 我先换个鞋，然后要放好来，然后才可以上去。这边是第2层，然后就来大家看一下第2层啦。第2层呢要安静一点。第2层呢是男女共用的，然后通常好像我看到都是比较多男生住这一层啦，然后就给大家看一下。 第2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第2层是没有那个 kitchen 的 ，kitchen 都是在第3和第4层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去第3层，就是我住的那一层啦，就是女生专用的那一层，就是我那一层只有女生可以住的那些房间。然后现在就上去咯。然后来到第2和第3层之间的这个楼梯接口呢，就有这个4类给桶。 就是垃圾分类，第一个就是 paper 啦，这些是比较大的盒子那种之类的东西，然后 glass can 塑料泡沫之类的东西，是 plastic， 然后 plastic bag， 这个是一般垃圾。他们呢，这里韩国对垃圾分类是非常的严的，所以他们一定会有，就差不多每一个考试院、每一个地方吧，都会这样子分类好，然后就之后才拿出去丢的。如果在外面，如果你好像乱丢垃圾，然后因为有很多 CCTV 的嘛，自己附近就到处都是啊，然后你被抓被发现的话哦，是会被罚款的哦。所以大家来到韩国是要小心这个东西的啦，然后就记得要分好那些东西，垃圾尤其是。然后上了楼梯来到第3层呢，这第1间呢就是311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其实我觉得这真的蛮大间一下。 它就是一进来这桌子、柜，然后有这里有 WiFi 那些，然后这厕所还蛮大间的，跟我的房间差不多。然后就有一个这样子，之后它就是有哇，这个才是那个最好的那一点，它这个房间有差不多3个衣柜耶，3个很大个，比我的房间的衣柜更大。 3个，我就很羡慕这一间房间啦。不过不用紧啊，我还蛮喜欢我的房间的。然后就是有一个床，然后有个外窗，冷气就在这里。那我们就出去咯。然后就是来到第3层啦，
这里就是我的房间了，310。等一下我们再进去哦。这个就是我之前刚刚来到的时候住的那一间房间。大家如果有看过的话，我的影片都会知道里面的大概情况。那么这个房间呢，307呢，就是一个 standard room 的房间啦。我们进去看一下，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size 啦。然后就有一个床，一个外窗，再加上桌子、椅子，有 fridge。电视机、书柜，然后还有一个衣橱，这个是之前的留下的，然后就还有这个厕所，对我来说还蛮不错啦，因为厕所不需要太大，然后还有一个外窗哎，因为我的房间是内窗，所以我喜欢外窗，就这样子的一个空间，然后上面还有这个吊的，还蛮宽阔的，然后有一个镜子，嗨。那我们出去。然后刚刚就看完了这307房间，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305呢，是这里最大的那个房间的，它的那个 size 好像是大概10 meter square 啦。一进来呢，这里就是它的桌子和书柜，然后厕所就在这里，一个柜子。然后就是床跟一个很大的窗口，还有一个3个格的那个衣柜，非常非常大哦。还有准备 blanket 哎，就是来到人都不用远方带来那些 blanket 重重的 blanket， 然后就是好像是他们自己最大间啊，有冷气。电视，还有独立 WiFi， 冰橱，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还有它的插头，有很多个啦，但是要小心的就是好像我第一次来到的话，就会不知道他们这里的那个插头是跟我们 Malaysia 不同的啦，然后所以就必须要带一个 adapter 来的。至少2个啦，我觉得，因为一定不够用的啦。然后呢，它的每一个这个房间一定会有这个 mirror 在那门口，就你出门前就可以照一下才出门。哎呀，好像很肥，怎么这个镜子看到很肥了？算了，应该是我肥了。OK， 然后就也每一间一定会有一个厕所的，所以就不用担心要共用之类的东西。现在我们就出去啦，关灯先。其实我蛮喜欢这一间房间，就是刚刚进的这房间305，因为它真的很大间，就大间就有大间的那个价钱啦，我就觉得也不需要做得太贵，所以我就住比较小间的。我住的那间是第2大的，等一下就让大家看一下是怎样哦。出来就有这个东西呢，就吸尘机，它现在是刚才在 charge 着啦，然后要用的时候就直接这样子。然后记得用完放回去哦，有点潮啦。然后这里就有一个鞋柜了，现在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用的啦。这里就有这个装水的，很重要哦。我每一天都会喝无限量的水，所以这个真的很重要。然后这里就有分热和冷的啦。热的话，通常就是每个地方，通常这边的那些 restaurant 啊，都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就是你一按那子它是不会出来的，你要按这个才会出来的。然后冷的话直接按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看它的 kitchen 和它的 washing machine 那些，就是在后面哦。这里一出来就是它的这个分类的啦，就是你煮东西的一般垃圾跟 plastic bag 的，这个通常就是他们煮拉面之后丢的那种 plastic bag 啦。然后这边就是我洗衣服的地方，他们这里有 free detergent 哦，然后大家就可以无限量用，但是不要浪费啦。然后这边有一个 microwave， 这里呢是 kimchi free kimchi， 然后有 free 鸡蛋，好多粒哦，我每天都会吃1粒哦，至少。啊，对了，他们还有这个就是 kettle， 就是给你去烫衣服的。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烫衣服的板子，所以不用担心没有地方可以烫。然后这边呢就是厨房啦，有点窄，
其实不是有一点，是真的很窄。我刚刚来到的时候我也不习惯的，可是我现在就习惯了。然后有饭，免费饭，每一天他们都会包的哦。Sorry， 除了饭还有这个 noodles ramen 啦，然后辛拉面，还有这个普通，就是这个是没有调味料的，就是普通面罢了。然后我只可以吃这个哦，因为这些都有牛肉成分在里面。然后就之后就是旁边就是有这些杯啊、碗啊、碟啊，让大家用的。然后有这些盘子，就是煮拉面可以直接放下去。然后这边就是那些 spoon、chopstick、那些剪刀、刀啊。这也是洗完之后放的地方，大家都不用担心来到这边要买碗或什么的，因为它这里真的很多这些碗。可是我自己还是买了碗给我自己用了，因为我怕有时候我要用到的时候别人用了。然后这边就是那些 pot， 哇，够力多咯，真的不用担心没有。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炉子 ，electronic 的，就是这个切东西的那个板子，洗东西的，这个是垃圾桶，就是 food waste 那些东西啊，一定要好好分类哦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有这些 window 啦，它那么大 window 为什么呢？它就属于比较 outdoor 型的啦，因为他们有那种抽风机啊，所以他们这里煮东西要小心哦，就是他们如果烟太大哦，然后你又没有开窗口的时候哦。他们这里的 fire alarm 就会响了啦，因为 smoke 太大之类，因为它散不走嘛，然后很鱼啦这件事情。我第一次煮的时候，我第二次煮的时候忘记开窗口，然后那时候是整个有点烟 smoke 这样子，然后弄到那个 alarm 也响了一下。Oh my god， OK， 不好意思讲，不过。就要真的小心，然后要煮东西的时候要开着窗口，然后通常那个时候我刚刚来到是冬天的时候嘛，所以就开着的时候是真的很冷的，所以我那个时候都不煮东西，都是最多就是赶快拿那个拉面赶快去叮咚一下煮一下3分钟，我就拿来吃了，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冷，因为你煮东西要开着窗口，又外面那种冬天的冷那种气哦，真的是会弄到你根本别大喊了，所以我就那时候都不煮东西，最近才开始煮一下自己的健康餐这样子吃的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第4层。来到第3层的这个外面呢，它是有这个鞋柜的，每个人的房间都有自己的一个鞋柜啦。然后这个是我的啦，就是塞到满满的。那我先拿一下这个鞋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去上第4层啦。在第3跟第4层之间的楼梯呢，就有这个可以望到下面的风景。还有一个椅子给你坐的咯，那我们就上去咯。这里呢，这一层是男女层的，男女都可以住的哦。然后看一下啦，这里的厨房呢是好很多的，哦。可以看到他们这个是宽很多的咯，这一层的这个 kitchen 啊，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住在第3层的时候，你刚好你要煮饭的时候，给那个厨房给人用了，你可以来第4层来煮东西吃。然后他们这里呢有2个锅子，就2个炉啊，可以用的，就是这边，然后饭锅、洗手盆，也是有一个洗衣机啦，然后这里下面也是有一个洗衣机的，就也是方便看大家啦。然后这边就是摆他们这些东西了。没有东西这里，然后这边呢就是他们这个饮水机，跟他们这有一个小桌子这之类的。上去天台之前有这样子一个小楼梯呢，然后我就通常换去一个鞋子再上去的，因为我觉得蛮肮脏的啦，因为毕竟不是那一种转地那种，所以我现在就上去咯。然后上到来呢，这里出去就是那个天台啦，看到吗？它的这里就可以晒衣服，然后可以看到美美的风景，
整个飞机站这样子，对，飞机懂。然后这里有的坐这样子，就给大家去晒衣服啦。但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来这里晒衣服了，因为要爬晒很辛苦啊，我觉得很麻烦。然后这里有时会好像突然间下雨不定那种啊，因为我自己一个人住嘛，这样我就好像不会有家人在的时候啊，就算有下雨的时候，我可以叫他们帮我收一下衣服之类的东西，可以交朋友啊。可是有时候朋友也是就。我也不想麻烦朋友啦，所以我就还是会，通常就在自己的房间晒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回去看一下我的房间。不过在这个之前呢，这里有一个房间哦，是第5层，它是差不多是应该是自己最大的房间。不过对我来说是真的很不方便啦，因为你要爬这个楼梯是非常的恐怖，每一天。你下去喝水，那些装水都要走这个楼梯，我觉得很不方便，所以我就不喜欢。现在就来到第3层，这个女性专用的层。现在就让大家看一下我的房间，呼呼 ，OK， 很乱 ，OK， 我知道很乱，但是不要 judge 我。嗨 ，OK， 现在就在大家公开一下我的房间 ，OK， 这些晒我的衣服的地方，这是我的床咯。很多 baby， 我抓到的 baby， 然后这也是一个衣柜的，然后这边是那个桌子啦，有自己的独立 WiFi， 有自己的 TV， 那是我很少看的啦，然后就还有一堆的 Moomin， 我在收集着啊，最近 Oh my God， 我还差一个 OK。Moomin 之后呢，上面就有我这个好朋友的照片，跟他写给我的信啦，还有很多这些垃圾啦。这里是我装个框架，就是那些零食的地方，有点乱啦 ，OK。然后我的书跟我的保养品，我的药，这是我的药哦，全部都是药哦。所以我自己生病我都不去医院或者去 clinic 咯 ，charge 店的地方。然后这里就是我的衣柜啦，然后就是这样子咯 ，OK， 拜。然后就是有这个独立冷气哦，看到吗？叮，然后就按 small 这样子，很热，现在吹一下先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厕所 ，OK， 可以看过了，看过了。然后这我的2个 key 就是藏在这边的咯，然后这个是我放我的安装衣服的，然后就是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啦。大家看一下我的 Moomin， 我之前就买了它，然后就陪我睡觉了几个月啊，然后接下来1整年呢，它都应该会陪我继续睡在这边的啦。然后还有很多个小 baby， 安妞，安妞。跟大家打招呼哦，然后这个就是我可爱的床哦，小小的床，真的有点小啦，我的被子有时候被我踢下去了，不过我还蛮小只的，也没有很高啦，所以就刚刚好啦，就这样子睡觉，然后我这个房间呢，其实是算这里的第2大间吧，我觉得大概有8.9 meter square， 好像是啊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那是。是真的蛮大间的，然后我觉得是我自己住自己一个人住，其实是很够啊，很足够的，不用住那个最大的房间的。然后但是有一点我这里不喜欢，就是它的那个窗口，因为我住的这间是第3层的中间的那个房间，所以我是没有外窗，我只有内窗，就是这个。它对着就是那个 corridor 的那一个窗口啦，所以有一点点的空气不流通，不过也是不用担心啊，因为他们有这个抽风机之类的东西，然后厕所也有一个啦，在哪里啊？在这边，所以不用怕湿啊还是怎样的。然后大家如果就是对我这个影片的分享呢，就是觉得蛮有用的，然后就记得去给我这个影片一个 like 啦，然后就 subscribe 我 channel 的，我之后就会出更多的影片的。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就想要来这边读书，想要来这里留学的朋友，看到这个影片之后是真的是对韩国这个考试院是有了解到一些东西。我真心希望你们是觉得我这影片是有用的啦。就我觉得其实考试院有分好坏的，就好像
我这个地区的考试院的那个价格呢，都是至少要有35万以上，就是价格的35万以上到60万之间的。然后但是要看地区哦，好像可能比较热门的地区啊，可能他们会的那个 range 比较高啊，或者比较冷门的那种地区呢，他们就 range 比较低的。可能你会觉得，诶，怎么我按同样的价钱，可是我的房子怎么会比较小呢？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要看你那个地区是属于怎样的一个地区啊。然后今天的这个分享呢，就到此为止啦，我们下一条片子再见吧，安妞，拜拜。哇，我们刚刚叫了外卖了，就是披萨。哇，哇，bacon 还有那 string 哦。잘 먹겠습니다。 还有